看胸腔的造型，胸腔的造型更加准确之后呢，相关结构之间的关系就会找得更准。你想它的胸部，你就画在这个位置，胸骨下半部分跟它有往中间聚拢的，比较像注水的气球，它有往下坠的那种感觉，所以说下半部分的这个轮廓会更圆一些。然后胸大肌这个外边缘会有一些脂肪进去，会形成这样的一个结构。那有往两边走的这个趋势啊，从俯视的平面图上来看，这个是肩，这个是胸的朝向，它两根线交点啊，在后边的这里中线上，就是说胸部是朝向外侧的，而且没有贴那么近，你就感觉就朝向不明嘛，所以说就感觉看起来奇怪。你看下面这个胸腔画小了，而且这一侧啊，这个胸腔的轮廓画外面去了，然后胸部的这个位置画高了。其实在这个图片里边啊，右边这里啊，基本上是看不到肩三角肌的，在这里看到呢都是胸大肌。然后你这个手臂的朝向好像经常出问题，这个朝向也不对，又撇开了。它这个手臂的朝向不是这个角度，这个横断面应该再圆一点点。在这里看到呢，基本上都是胸大肌。这是肱二头肌、会肱肌，这是大圆肌，下面这里就是背阔肌，这是肱三头肌和肩三角肌。但是手臂呢，并没有去画它，就是概括成一个圆柱。那么这些就是稍带上就可以，前面的这个部分的结构要尽量准确。被抬起来的胸大肌外侧这一块也应该有，你这个抬起来之后呢，就画没了，就直接到这儿了。抬起来之后，肩三角肌是往后移动的，你这个抬起来之后，肩三角肌还是挺大的，所以说就感觉奇奇怪怪的。抬起来的这个手臂是一个圆柱，这个圆柱朝上，胸大肌的这个位置是前外骨的，前外骨遮住圆柱的底，下边这一部分是拉直的。其实这个我们在图中都能观察得到的这个特征。然后上边是绕到圆柱的后边去的，这是手臂和胸大肌和手臂之间的一个关系。这个锁骨的位置找的还是准确的，还可以的，这个位置是对的。或者说你中间的这些肌纤维的走向不画也可以，就只把这个形状找准了也可以，不能因为它运动往上拉扯，这个附着点就拽上去了，附着点要再往下来一点啊。第六类的肋软骨，手臂的粗细，这是肩三角肌的结束点，这个手臂是往这边转的，肩三角肌结束点在中间，你这个画到了外侧来了。如果是画这个模特的话，它的手臂的圆柱朝向应该是这样，朝向外侧。胸大肌在外轮廓上，这里可以是微微向外弧的，但是最下面这一束应该被拉直的。下面这个脖子稍微粗了一点，这一侧的斜方肌画小了，这样差不多。然后这一侧的感觉不太舒服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地方画短了，这个地方画窄了，胸大肌厚度不够，肩三角肌应该再往下走，再往下走。胸大肌和肩三角肌整个是这样的一个厚度，这样看着才会舒服一些。这里是肩，这里是肱三头肌，然后它的肱二头肌是这样的一个形状。那这里是前臂的肱桡部，耻骨硬嘴儿。那它手臂的造型是这样的。
注意动态的特征。然后这个骨骼的分析啊，胸腔的基本造型没有掌握，它基本呈一个卵圆形，对吧？饱满。你看在后背这里的轮廓呢，也是比较符合胸腔的造型的。还有这个肱骨啊，好像有点奇怪了，这上面这个肱骨头怎么这么大呢？上端是膨大区，下端也是，但是呢没有这么大。要注意好它的方向、大小。这一侧的就把内外上髁，就是肱骨的内上髁、外上髁连起来，概括成一个柱体，去判断它的朝向。那它的柱体呢，应该是这个方向的，也就是说它下端的这个三角形状是这个方向的。这是肱骨小头，这里是肱骨滑车，概括起来呢就是这个圆柱这个方向。你就怎么画成这个方向？现在阶段是结束在手臂的外侧面，它这个手臂能看到前面在这儿，那它的外侧面呢就在这儿。你要在外侧面去找它的检测耳机的结束点。前面平，这边平，这边往里拐的多。要注意这个形状的特征，形状的特征不对，都是前面这条弧度更大，后面平，这个就不对了。然后它的下巴这里呢有一个底面，缺这个底面，它就变平变薄了。颧骨是在这个地方下来的，不是从眼角这里下来的。眼角这里前面是一个朝前的面。这女的脖子有点太粗了，眼睛不要画太大，注意比例。前锯肌画太靠前了，不要画到这里来啊。这边也是，不要画这么长。从侧面看的话呢，也就是这个样子。这个是胸腔的前面，它是在侧面。那么你画到这儿的话呢，它就已经包到了这个位置上来了。